今天呢，我们开始讲铁路建设。加拿大这个国家呢，在1867年成立。成立的时候，最早呢是在东岸的4个殖民地组成一个新的国家。那这4个殖民地组成一个国家，第一届的总理呢叫麦当劳总理。麦当劳总理呢非常希望我们这个东岸的4个殖民地这么小的一个加拿大这个国家呢，能够扩充到这个西海岸，所以呢，想办法呢，就找我们这个 BC 省的谈判，让我们这个 BC 呢这个殖民地加入加拿大的联邦政府。在这个时间呢，这个 BC 省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BC 省呢就经历了淘金热，淘金热呢仅仅维持了大概6-7年这个热潮，那人口呢就慢慢呢就是减小了，因为呢有很多人呢找到黄金的人呢，他发了财了，他回到自己的原居地。如果没有找到黄金呢，等你的钱跟你的带来的食品都吃完了以后呢，你也只能是打道回府。那这种情况之下呢，严重的人口流失，这个经济呢就变成一个叫极为不发达地区。极为不发达地区呢，这个英国政府呢开始呢想放弃我们这个殖民地，因为如果要维持着殖民地的运作，英国政府这个负担不起因为要养军队又要派官员，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开始想放弃这个殖民地。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要找新的主人。那我们最有理由呢，本来应该是加入美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 BC 省呢，一出太平洋往南可以坐船就到美国的旧金山洛杉矶这些城市都已经是非常发达。美国人呢也非常喜欢我们这个 BC 省加入美国。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呢，美国刚刚呢帮俄罗斯呢买了一个冰箱就是阿拉斯加了。买了这个阿拉斯加以后，他想把我们这个 BC 省也纳入他们的版图，这整个太平洋的西海岸呢就归美国拥有了。新兴的这个加拿大政府呢也看到这个问题，如果美国人把这个西海岸全部占领了，那就等于封死了这个加拿大出太平洋的出口。麦当劳总理呢他就开出一个非常优厚的条件就是答应了在加入加拿大以后10年之内帮我们修建一条太平洋铁路。BC 省的人民呢听到有太平洋铁路太好了，因为我们 BC 省呢在淘金的时代呢，我们探明了很多矿产比如煤矿煤矿那个时候呢是东岸最缺的一种能源等于今天的石油。有铁路，我们的煤呢可以卖到这个东岸去了，那我们这个 BC 省的经济呢就马上可以发展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一拍即合最后呢就加入了加拿大，成为加拿大的第6个省。这个时候呢又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叫铁路建设阶段。因为这个铁路呢整个建设的规划想法都是由这个麦当劳总理推动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加拿大的第1届的总理。下面呢，我们也是请水哥帮我们读一读第1节开国总理麦当劳。落基山史记，作者介东，出版发行加拿大华人历史研究学会。第3章，铁路建设。第1节，开国总理麦当劳。约翰亚历山大麦当劳，1815年1月11日出生于苏格兰格拉斯哥，父亲休麦当劳于1811年10月21日与海伦肖结婚，婚后育有5个儿女。约翰麦当劳是他们的第3个孩子。1820年休麦当劳生意失败，全家移民到加拿大金斯顿投靠亲戚。约翰10岁的时候，家人凑钱把他送到了金斯顿的米德兰德区语法学校学习。5年后毕业，约翰麦当劳的志向是成为一位律师，但那之后家里已经没有经济能力再供他上大学了。约翰麦当劳打散工维持生计，他利用业余时间继续学习数学、拉丁文和历史。加拿大当时还没有正式的法学院，要想成为律师，首先需要通过一个考试，成为律师学徒。1833年，
约翰麦当劳通过了律师学徒的考试，成为以擅长公司法而著名的律师乔治麦肯齐的学徒。1834年8月，乔治麦肯齐律师去世，约翰麦当劳为了争取他老师的客户，在没有律师资格的情况下，就开办了一个律师事务所。1836年1月，约翰麦当劳取得了律师执业资格，他收了2个徒弟，后来这2个徒弟都颇有建树，成为了加拿大的开国政治家。在当律师期间，他还兼任多个公司的董事和法律顾问，在多伦多投资了一些商务用途的物业。1843年9月1日，约翰麦当劳与表妹伊莎贝拉结婚。1843年2月，约翰麦当劳宣布参加金斯顿第4区议员职位竞选。1843年3月29日，他以156票对43票击败对手杰克逊上校，取得了胜利。1844年3月，约翰麦当劳以保守党候选人的身份，被当地商人推举代表金斯顿参加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1844年10月15日，结束了为期2天的选举，他以275票对42票的绝对优势，击败对手安娜马纳汉胜出。1857年7月，约翰麦当劳前往英国推销加拿大政府招商项目。回到加拿大后，他带领加拿大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他将作为新总理，替代即将退休的艾蒂安·帕沙尔塔奇总理。约翰麦当劳成为加拿大最高政治领袖之后，一直在考虑国家战略问题。英国在北美洲的殖民地一直受到美国的扩张威胁。1812年战争以后，这种威胁更是有增无减，边境线争端从未停止。约翰麦当劳推动英国北美洲殖民地组成联邦，共同对抗来自美国的威胁。1864年9月1日，加拿大今天的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新不伦瑞克、新斯科舍、爱德华王子岛的代表们到爱德华王子岛夏洛特镇参加会议，讨论成立加拿大联邦。1864年10月，代表团又到魁北克市继续举行会议，会议通过了72条决议，为加拿大联邦政府奠下了基石。加拿大议会在1865年以91票支持、33票反对，通过了加拿大省、新不伦瑞克省、新斯科舍省3个英属北美殖民地组成加拿大联邦的决议。维多利亚女王于1867年3月29日签署了皇家同意书。英国于同年5月22日宣布加拿大自治领将于7月1日成立，任命约翰麦当劳为联邦第1任总理。上下加拿大省随着联邦建立，分割为2个独立省份，分别称为魁北克省与安大略省。1867年7月1日，约翰麦当劳在联邦正式成立之时，获册封为爵士。他的首要任务是要加速扩充加拿大的领土，与美国的扩张进行赛跑。当时的加拿大除了成立联邦的4个省之外，大部分的土地由哈德逊湾公司拥有。1869年11月19日，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向哈德逊湾公司购买了鲁伯特土地，这让加拿大扩充了370万平方公里土地。下一个目标就是要把不列颠哥伦比亚殖民地拉入加拿大版图。1867年3月30日，美国以720万美元向俄罗斯帝国购买了阿拉斯加。如果再把不列颠哥伦比亚殖民地兼并，就会封死加拿大的太平洋出口。约翰麦当劳请求他的好朋友联邦总督安东尼马斯格雷夫与不列颠哥伦比亚殖民地新任总督阿穆尔德波斯莫斯进行正式沟通。不列颠哥伦比亚认为自己的地理位置距离加拿大太遥远，且人口稀小，加入联邦后，在联邦政府的政治影响力有限，同时又要受遥远的政府政策控制，因此并无意愿加入加拿大联邦。约翰麦当劳非常有诚意的邀请不列颠哥伦比亚殖民地派代表到渥太华谈判，通过谈判共同解决双方存在的各种担心和问题。不列颠哥伦比亚殖民地
派出一个包括反对加入加拿大联邦的议员代表团到渥太华谈判。令代表团吃惊的是，他们提出的所有条件都被接受。加拿大将接管殖民地的所有债务，每年为省公共工程拨款。联邦政府将留给不列颠哥伦比亚省6个渥太华议会席位，而并非代表团所要求的3个席位。最大的惊喜是加拿大联邦将慷慨地提供一路横贯大陆的铁路线，并承诺在加入联邦政府后10年内建成。1871年7月20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加入加拿大联邦政府，成为第6个省，将年轻的加拿大统治领地延伸到太平洋。修建铁路的承诺在东部引起了激烈的反对，因为这是一项规模巨大、花费昂贵的事业，而且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与安大略省之间的大部分土地几乎没有人居住。约翰·麦当劳从国家战略的角度认为，如果没有铁路，我们可能就无法建立一个国家。1874年1月，约翰·麦当劳在国会选举中落败，他领导的保守党只赢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1个选区，其他的东部选区全部落败。其落败原因与承诺修建太平洋铁路有很大关系。1878年9月17日，约翰·麦当劳带领保守党再次赢得联邦大选，但他个人却丧失了在金斯顿的国会议员席位。10月21日，他代表不列颠哥伦比亚市维多利亚马奎特地区补选获得1席，尽管他从未去过马奎特和维多利亚。约翰·麦当劳终于再次成为加拿大总理。1880年，约翰·麦当劳研究修建铁路的进展情况。出乎意料的是，虽然上一届政府有意拖慢铁路建设，项目上投资很少，但已经成功修建了几百英里的铁路，并且完成了整条路线的调查勘探。接下来，他找到了由蒙特利尔银行总裁乔治·史蒂芬领导的私人投资财团，该财团愿意承担太平洋铁路项目。1885年11月7日，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全面建成。铁路公司经理威廉·范霍恩邀请约翰·麦当劳乘坐火车巡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1886年夏天，约翰·麦当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前往加拿大西部。他带着他的妻子乘坐专列，沿途从一个小镇到另一个小镇，探望民众并发表演讲，获得民众的热烈欢迎。1886年8月13日，约翰·麦当劳用银锤敲下金钉，宣告温哥华岛上埃斯奎马特至纳奈莫的铁路完工。1891年3月5日，76岁的约翰·麦当劳总理在竞选期间晕倒，大选过后，他因中风引致瘫痪，不能说话。同年6月6日去世。借中评论，约翰·麦当劳总理不愧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是加拿大的缔造者。当他发现南面的美国有扩张野心时，马上成立加拿大自治领。看到美国不断的往西面扩张领土，他又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把鲁珀特土地收归加拿大所有。看到美国购买阿拉斯加，他便马上推动不列颠哥伦比亚殖民地加入加拿大联邦政府，好像下围棋一样，每一步棋都是深谋远虑，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非常有效地限制了美国向北扩张，建立了一个世界国土面积第2大的国家，而且通过一条太平洋铁路，把整个国家紧密地团结在这一条纽带上，充分体现了约翰·麦当劳总理作为一个政治家所独有的政治智慧和战略眼光。麦当劳总理呢，当时是加拿大的第1届总理。这个总理呢，非常有这个战略眼光。他看见那个加拿大如果要强大的话呢，一定要有这个太平洋出口，所以呢，他要把这个 BC 省纳入加拿大的版图。这样的话呢，我们等于是有了太平洋的出口，又有大西洋的出口，有2个出口。因为在航海时代呢，这种海洋的出口呢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自由党呢就不是这样认为了，给这个 BC 省修铁路，把全国的资金呢都拿去修铁路，
那当时加拿大这个国家是刚刚成立啊，还是非常弱小的这么一个国家。如果钱都拿去修铁路了，那我们的民生是怎么解决呢？好像学校啊、医院啊那些都没有，怎么办呢？打这个民生牌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政治手段。听到这些民生的政纲以后呢，这个自由党就自然就可以上台啊。结果呢，这个麦当劳就下台了。但是呢，没过几年呢，麦当劳总理呢，他的明日威望呢还是比较大的啊。他又重新执政，修建这个太平洋铁路呢，也是对整个国家呢都是有好处的哈。最后呢，选民呢还是看到这一点，麦当劳总理呢又可以重新上台。那我们下一集呢，我们就要看看这个麦当劳总理呢是怎么推动这个铁路建设的。